在一处神秘的实验室中，病毒发生了泄露。致命病毒暴露在了空气之中，开始进化，和空气相融合，且开始通过空气进行传播。原本安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突然被这种神秘而强大的病毒所侵蚀。它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它不仅改变了地球上的生物，更让人类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病毒使得宿主变得嗜血如命，以血肉为食，成为了变异生物。这些变异生物占领了地表，渐渐将人类逼入绝境。起初，人类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对抗这些变异生物，但很快发现病毒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病毒为了使其让宿主能够生存下去，慢慢进化出了能够抵御人类热武器的能力。这不仅增强了宿主的身体强度，甚至逆转了原有的形态，成为了全新的物种，甚至能够进行爆发式的进化，成为难以用言语形容极其恐怖的存在。有的能够像蝗虫一样跳跃极远的距离，有的则能进化出远程捕猎的能力。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感染者甚至进化出了与人类相媲美的智慧，他们能够指挥其他变异生物，对人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随着这些特殊变异体数量的增加，人类地面的防线逐渐崩溃，被迫转向地下或偏远山区，以避免变异体的直接冲突。人类曾经熟悉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能依靠地下设施、山体和围墙的保护，勉强维持生存。然而，当藏身之地被变异体发现时，幸存者面临的选择变得残酷：要么在变异体找到之前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要么继续在绝望中寻找生存的希望。但人类真的会选择放弃抵抗吗？在这场人类文明与病毒的斗争中，人类的命运将何去何从？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幸存的人类策划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旨在挽救人类文明。计划的第一步是研发一种基因药剂，这种药剂能够消灭导致生物变异的病毒。第二步则是构建一种药剂扩大器，它的作用是能够将基因药剂的效果瞬间扩散到全球范围内，瞬间的灭杀病毒，让病毒根本无法有进化适应的可能，以期恢复地球的生态平衡。然而，启动这个药剂扩大器需要巨大的能量。为了获取足够的能量，人类必须组建多支队伍，前往世界各地，冒着被感染者围剿的风险，启动发电机寻找能量源。当最终核心获得足够的能量后，它需要时间来积累能量。在这等待能量蓄积期间，防守战变得不可避免。人类必须团结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最终核心，因为一旦核心被破坏，人类文明将彻底消失。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人类还设计了 B 计划。在最终核心下方隐藏着一个时空传送装置，如果变异生物突破了防线，或者最终核心未能成功积累能量，这个计划就会即刻执行。一旦启动，周边的环境将发生变化，最终核心将变换形态，地形升高，与感染者拉开距离，并将原本累积的能量注入基地深处的时空门中。还幸存的人类战士们力挽狂澜，慷慨赴死，面对感染者发出最后的咆哮。所有的一切努力只为一人争取时间。而那个被选中的人将到达最终核心的高处，他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面对2个按钮做出选择。蓝色按钮代表着希望，按下它意味着穿越时间，带着重要的情报回到过去，尝试改变人类失败的命运。而红色按钮则代表着绝望，按下它将彻底毁灭这颗星球，结束所有的痛苦和挣扎，同时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我是黑背铁骑。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将探讨 CSR 僵尸逃跑模式当中的 Last Man Standing 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张地图背后的故事和剧情，以及这张地图的玩法和设计，同时分析这张地图的优缺点。那么准备好你的3连，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Last Man Standing 地图在僵尸逃跑模式当中，以其关卡数量、场景设计、机制、剧情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著称。这张地图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玩法，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体验到紧张刺激的冒险。地图共设有5个关卡，每个关卡都设定了不同的任务和挑战。玩家扮演人类角色组成的小队需要完成主任务和次要任务。主任务通常涉及启动发电机或收集能量，以供给最终核心所需的能源。次要任务则包括收集高科技装备和武器，为最终核心的启动和防守做准备。人类玩家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包括坦克驾驶员、机甲操作员以及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士。僵尸方则有机会扮演如黑光病毒、原型体、艾利克斯、铁血战士等来自不同影视和游戏作品中的怪异生物。在地图剧情中，每个小队在执行任务时都会遇到重重困难，但最终都能在绝望中找到突破口，完成任务并抵达最终核心基地，最后一同集结于最终基地内。在这里，他们将面对无穷无尽的尸潮攻击。人类在绝境中诞生拯救文明的决心。
最终核心的目标是其中一种强大的基因武器。这种武器只对感染者有效，然而如果防守战线出现变数，感染者攻破防线，核心遭到损坏，人类将启动 B 计划，为一个人争取逃离并乘坐穿梭机回到过去的机会。带去重要的情报以完成拯救世界的计划。Last Man Standing 地图以精心设计的场景、宏伟的特效、多样的玩法和激动人心的剧情而受到玩家的喜爱，也因此被玩家们誉为宇宙神图。充分挖掘了僵尸逃跑模式的核心玩法，激发了玩家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尽管在玩家眼中这张地图非常成功，但对作者汉尼拔来说，它却是一张未完成的作品。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作者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有关，导致汉尼拔不得不在多次挣扎和考虑后匆忙结束这张地图的创作。这张地图的成功和遗憾都体现了游戏创作过程中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展示了作者对作品深厚的情感和对完美追求的不懈坚持。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汉尼拔制作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时的经历吧。汉尼拔是一位西班牙人，同时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软件开发人员。凭借其对 CS 起源僵尸逃跑模式的热爱，成为了该模式地图创作领域的佼佼者。他不仅拥有专业的软件开发背景，更有着对游戏地图设计的独特见解和追求。在 ZE 模式的早期，地图数量有限，且大多数由玩家社区自行制作。汉尼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利用威社提供的地图编剧工具 Hammer， 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2009年，汉尼拔制作了3张基于魔戒系列的地图：摩利亚矿坑、末日火山和圣盔谷。Now for wrath, now for ruin, and the red dawn. For Theolinda! 这些地图以其精美的设计与电影剧情完美结合，迅速在 ZE 玩家中引起了轰动，为汉尼拔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成功制作了魔戒系列地图后，汉尼拔并不满足于仅仅制作同人作品，即使在这之后还制作了魔戒米纳斯白城、最终幻想魔光炉，汉尼拔依旧渴望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原创地图，一张能够代表 ZE 模式的 3A 级大作。3A 游戏的制作概念及大量时间、资源和金钱的投入，启发了他对于地图设计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虽然标准有了，但苦于没有灵感和思路，于是汉尼拔想到了一张项目地图，而制作这张地图的灵感极有可能是来自于之前的米纳斯白城和魔光炉人类阵营和僵尸阵营间的高强度对抗所带来的灵感。这两张地图不只是原版的 ZE 模式玩法这么简单，人类们想要获得米纳斯和魔光炉的胜利，需要对地图有一定的战略思维。实际对抗和战略元素带来了极大的灵感来源。这套地图以极其前卫的设计理念和丰富的玩法，被玩家们誉为 ZE 版的大逃杀类游戏。它包含了12种模式和近50种不同类型的人类与僵尸神器，为玩家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游戏体验。地图的设计巧妙地融入了多种战略元素，如迷宫探索、神器收集和战略对抗。一张地图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玩法，也因此这张地图被国内玩家们戏称为游乐园。游乐园地图不仅是汉尼拔对原创地图的一次尝试，更是他为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计划的铺垫。或者说 Last Man Standing 的大量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这张地图。在之后的一次版本更新，地图中出现了一个彩蛋房，这个房间充满了神秘和暗示，预示着即将到来的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而这个时期正是汉尼拔因游乐园这张地图获得了大量灵感。在有着游乐园地图的基础上，汉尼拔开始构思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花费了3年时间，前后编写了20多页想法设计草稿。游乐园和 Last Man Standing 这2张地图将是他对于 ZE 模式的一次全面革新，旨在为玩家提供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
然而，在经过长达5年的设计和沉淀，汉尼拔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遭遇到了现实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包括时间管理、资源限制、个人生活的变化等，最终导致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改变了原有的计划。汉尼拔的故事是许多游戏创作者共同经历的缩影，它展示了创作过程中的激情、挑战和不确定性。尽管面临挑战，汉尼拔的作品仍然在了解过他的这一玩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他的故事能够继续激励着新一代的地图创作者们。在爱尔兰生活的3年中，汉尼拔深深地爱上了 CS 起源的僵尸逃跑模式，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创作了多张地图。其中魔戒系列地图和最终幻想系列地图尤为出色。他对地图制作的热情、对ZE模式的热爱以及玩家们对他作品的讨论，构成了他最快乐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尼拔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返回西班牙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使得他每周仅有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制作地图。尽管汉尼拔曾花费大量时间策划了20页的设计草稿，但现实工作的压力让他的地图制作进度异常缓慢。CS起源的游戏引擎限制了地图实体模型的数量，一旦超过引擎设置的实体数量上限，地图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玩家的电脑也难以运行，这迫使汉尼拔不得不放弃一些设计想法，成为他心中的遗憾。随着 CSGO 的发布和众多射击游戏的涌现， CS 起源的玩家数量急剧下降，但汉尼拔依然坚持完成他的梦想。他期待看到玩家在 Last Man Standing 的地图中畅游。也许是意识到了 ZE 模式可能没落那一天，汉尼拔感到了急躁。他向好友兼地图作者 Keyman 吐露了自己的想法。Keyman 决定帮助他完成这张地图，于是汉尼拔与 Keyman 签订了合同，支付报酬费用以感谢他的帮助。同时期，汉尼拔的女友 Ludus 也给予了他的鼓励和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尼拔不得不优化和修复大量的设计草稿，而这需要大量的思考时间。每天工作8小时后，他还要坐在电脑面前继续工作、设计和构思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这让他感到窒息。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心态，发现自己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开始告诫自己，一定要完成 Last Man Standing 的制作，稳定自己的思想状态。于是汉尼拔便在一次次的自我心理安慰中再坚持了一段时间。为了完成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汉尼拔变得极端起来，有时为了完成阶段性的进展，不惜熬夜到凌晨6点。这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和日常工作。2014年，汉尼拔完成了 Last Man Standing 制作，但成品并不尽如人意。地图过于庞大，服务器难以加载，玩家电脑也难以承受，游戏体验极差。汉尼拔原本希望制作出一张3A 级别的 ZE 地图，但最终他觉得自己失败了。他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修复 bug 和优化地图，同时发现了自己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热情。他想要重新优化设计 Last Man Standing， 但现实已经将他击垮。最终，汉尼拔选择了放弃。他发现自己对制作 ZE 地图的热情已经消退，不愿再投入时间和精力。尽管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不尽人意，但它的完成让汉尼拔感到自由。他的工作本就是软件开发加上地图制作，每天需要在电脑前工作14个小时，这让他感到压力巨大。在完成 Last Man Standing 后，他决定退出 ZE 地图制作。2015年，汉尼拔发布了 Last Man Standing 的最终版，并在博客上发表了退坑文章。通关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后，玩家会触发一个彩蛋，播放一段告别短片，这是汉尼拔的心声。他的故事和退坑文章以及通关后的离别短片，让无数了解他的 ZE 玩家们感动。在老一辈的 ZE 玩家心中，汉尼拔是最伟大的地图作者之一。在 Last Man Standing 的宏大叙事中，人类科技的辉煌成就令人瞩目，尖端装备层出不穷。然而，即便如此，人类文明仍然面临着一种被神秘病毒侵蚀的威胁。这种病毒不仅几乎摧毁了人类引以为傲的科技树，更将人类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竟能迫使人类陷入如此绝境？通过地图上变异感染者的分布和特性，我们可以推测，这种病毒具有使宿主进化的能力。进化后的感染者不仅身体发生了显著变化，能力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包括肉身防御和体型的巨变。最令人恐惧的是，一些感染者甚至进化出了超自然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病毒最初在地球上蔓延时，
人类或许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病毒的扩散，但随着病毒的不断进化，变异感染者数量激增，人类防线被突破，人类军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这种猜测的依据在于地图上的几处基地设施。在病毒爆发后，人类显然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有效控制和消灭病毒，并研发出对抗变异感染者的武器。北部基地内的特殊实验场所游乐园的建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此时，人类文明可能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基地内开始大量生产克隆人以补充人员。这些克隆人不仅用于实验，还用于补充军队中的人力不足。同时，游乐园实验场地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人类执行最终计划的模拟场所。在这里，克隆人不仅要寻找武器装备，还要在迷宫中寻找出路，同时躲避或消灭感染者，最终成功防守核心区域以求生存。在这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筛选出精英克隆人，这些人可能在无数次的实验和对抗中锻炼出了卓越的战斗技能。这种实验无疑违背了伦理道德，但为了人类文明的生存，人类不惜一切代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博士的做法似乎是正确的。这是因为生物克隆技术让人类得以与感染者进行持久战。游乐园实验场地不仅是武器测试的场所，也是模拟最终核心计划可行性的地方。从单军作战到团队作战，这些都是在锻炼克隆人士兵，测试武器效果，同时了解最终核心的成效。那么最终核心究竟是什么？我猜测它很有可能是一种基因武器。人类可能已经研究出能够消灭感染者的基因武器，但由于病毒的进化能力极强，基因武器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底牌。为了避免病毒进化出抵抗基因武器的能力，人类选择不大规模使用它。现在人类还有一线生机，因此需要基因武器扩大器来放大基因武器的效果，通过巨大的能量瞬间覆盖全球，以期彻底消灭病毒。游乐园实验场地只有一个，一旦测试场地发生变故，克隆人全军覆没，该如何消灭到实验场中的感染者？靠的其实就是隐藏在内部的最终核心。这也是为什么北部基地敢于建造这样不稳定的实验场地，正是因为人类已经有手段控制感染者，实验失败后可以一次次的灭杀感染者，一次次的重启，以极快的效率进行测试。此外，游乐园的某些模式和设定，如升天模式和最终核心的上升，都与 Last Man Standing 有着相似之处。在 Last Man Standing 最终关，人类的防守区域需要注意4个方位，这与游乐园中的方向概念十分相似，因为它能通过辨别方位来获取重要的信息。通过分析实验室内的隐藏房间和黑板信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制造实验场地的目的已经验证成功，最终核心的效果达到了预期，能够消灭掉世界上的所有病毒。但问题是如何在最终核心完全蓄能完毕前，确保核心不被感染者破坏。因此，设计能够针对感染者的特殊武器成为了人类的首要目标。在变异感染者的研究和武器测试中，一次变故导致了基地的沦陷。艾利克斯苏醒打破培养皿，在屠杀了所有安保警卫后，释放了大量感染者，基地开始沦陷。博士在尝试进入实验室拿取基因武器超越极限时，因受伤而无法打开门，只能在门把手处撞出一道缺口，也因此藏于第3迷宫小房间内传出了激烈的警报声。正巧此时的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测试，内部的克隆人们发现了这处奇怪的地方，进入房间后能够看到封锁门后面跑过去的感染者们，而房间内有着大量关于计划和文档文件等，所以现在这一部分克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自我意识。这群克隆人极有可能会唤醒基地内的其他克隆人，并告知他们现在的处境。基于这点，我个人猜测北部基地在当时并未完全沦陷，这是因为北部基地内有着大量克隆人，他们极有可能在基地内部深处建立了防守点。在人类活动范围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测人类并不仅限于北部基地这一单一的据点。当北部基地遭受攻击并陷落时，很有可能有一部分人员设法逃离了那里。通过对比游乐园彩蛋房和 Last Man Standing 的彩蛋房，我们能够得出一些推论。在克隆人首次发现彩蛋房时，房内不仅有着文件资料，桌上还摆放着武器。然而，当来到 Last Man Standing 的彩蛋房时，我们发现房间内的大部分物品都原封未动，唯独缺少了桌子上的武器和文件资料。这表明有人可能已经将这些物品带走了。通过观察地图上的各个基地分布和他们的位置选择，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这些基地很有可能是在病毒爆发后由全球顶尖力量所建立的，许多基地都建在山体内部或大坝、峡谷的对面。这样的地理位置选择显然是为了隐蔽性，避免被感染者发现。即使被发现，这些地方也因其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使得人类可以用较少的兵力，借助地形优势，有效地抵御感染者的进攻。例如，在第1关的发电机基地，可以通过升起大桥来防
防御。第2关的武器工厂则需要通过峡谷上的大桥才能抵达。工厂大门处还设有专门针对橄榄者的陷阱装置。而关于陷阱的研究，北部基地也在进行。在基地内靠近关有橄榄者的培养皿区域，建立了4种陷阱装置。燃烧室可以焚烧橄榄者，冰冻室可以冻结它们，引力室利用引力将橄榄者吸附，而传送室则能够将橄榄者直接传送到其他区域。换一种想法，如果人类世界没有遭受病毒的侵袭，那么建立这种具有明确目的性的基地就显得没有必要，这点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此外，关于为什么人类要提前执行最终核心计划，我们可以从几个基地的目的中窥见一斑。例如，发电机的建设是为了给最终核心提供能源，武器工厂的建立是为了研发各种武器装备，北部基地的建立是为了验证最终核心计划的可行性，并通过游乐园实验场地和小规模的克隆技术测试其成功性。发现计划确实可行时，人类便开始着手准备。因为病毒的威胁实在太大，人类也只有一次机会。有了传授技术的支持，时空门的建立也顺理成章地成功了。它将成为人类计划的最后保障。如果最终核心计划失败，人类可以启动时空门，带着重要情报回到过去，改写命运。在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的第4关军事基地内，我们可以发现当中有一台实验型机甲，它有着极其恐怖的火力。所以问题也就出现了，为什么人类不在机甲量产后再执行最终核心计划呢？依靠机甲的强大火力防守最终核心，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唯一的猜测可能是当时北部基地正在进行病毒血清的治疗实验。这表明人类可能不止一个计划，但不幸的是，人类低估了病毒的能力。实验反而让橄榄者进化出了与人类相似的自我意识。在原版游戏中，艾利克斯就是这样的存在，他拥有着人类的思维和记忆，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人类。这可能就是汉尼拔的一种暗示，一次意外的实验导致了智力橄榄者的出现。在 Last Man Standing 地图的设定中，人类一方的坦克一旦被橄榄者一方捕获，橄榄者就有能力驾驶坦克攻击人类，这足以说明橄榄者群体已经成为了全新的物种。艾利克斯苏醒后，在北部基地大肆破坏，同时也发现了人类最终核心计划。拥有智力的他很有可能也具备指挥橄榄者群体的能力。他派遣北部基地的大量变异橄榄者进攻各个基地，因为他知道一旦人类最终核心计划成功，病毒将不复存在。通过观察每个关卡的橄榄者布局，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异常之处。在第1关中，由于三体灵力，出现了跳跃者这种变异橄榄者，而这种橄榄者曾在北部基地内部出现过。因此，尽管人类设立了大量前哨来阻挡橄榄者群体，但周边的山体为跳跃者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机会，他们能够轻易翻越山体，从后方偷袭前哨小队。第2关中，大桥上有许多废弃的汽车，这些汽车能够有效减缓橄榄者群体的进攻，因此在这一关中出现了 tank 变异橄榄者，他凭借强大的上肢力量，能够轻而易举的清除挡路的汽车，为橄榄者群体开路。第3关中，由于清楚知道最终核心的关键道具在北部基地内，艾利克斯决定留下来镇守北部基地的唯一出入口。他认为，只要人类没能得到最终核心的关键道具基因球，人类的计划就不会执行。所以，当第3关人类准备撤离时，艾利克斯却出现在了北部基地的出入口处。第4关中，军事基地内有大量士兵和热武器，雷兽登上前往军事基地，他轻易地攻破了基地的墙壁，便对坦克和火炮的攻击毫不畏惧，因此派遣雷兽进攻军事基地是最合适的选择。在得知北部基地因一次意外实验制造出了具有智力的橄榄者后，其他几处基地的人类决定提前执行最终核心计划。同时，他们发现了位于北部基地深处的克隆人群体，并与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得知目前人类的处境后，克隆人们决定伸出援手。这也是为什么第3关开局会听到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破碎声和传输带上的玻璃容器说明这支小队并非是从外界进入北部基地内，而是早已在北部基地内部的克隆人小队。因此，基于上述线索分析，我们可以推测 Last Man Standing 的剧情可能包含个人的过度解读，观众们可以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观看。由于计划被橄榄者知晓，所以人类现在必须提前执行最终核心计划。现在需要集结所有有生力量，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橄榄者群体。因此，组织了几支小队商讨作战计划。这里我们再带人类高层的视角来推导一下各支小队的作战计划走向。
在得知北部基地出现变故后，真正让人类高层担心的是，最终核心的关键道具精英球就位于北部基地深处。但由于这次意外事件，特殊变异感染体艾利克斯知晓了人类的最终核心计划，他找到了通往北部基地的唯一出入口，并且把守住这唯一的出入口，也就锁住了人类的命脉。接下来对他来说，只要其余感染者群体攻破人类的其他据点，那么感染者这一全新物种就能够彻底占领地球。因此，对于艾利克斯的意图，人类十分清楚。而这就是本次计划最棘手的问题：没有精英球作为媒介，最终核心将无法启动，而让小队正面强攻北部基地是极其不可取的方式。在寻找解决办法时，人类们发现了位于北部基地深处的克隆人小队。这群人由于经历过数次实验室的历练，早已懂得该如何对抗变异感染者。他们在北部基地的一处隐秘地方建立了防守据点，这也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种作战思路，让克隆人从内部偷偷摸摸地寻找精英球，最后再去依靠精英球的力量去对抗艾利克斯。因此，和克隆人们取得联系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人类将他们的计划处境告诉了克隆人群体。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克隆人并非是人类，但现在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因此，为了能够共同存活下来，克隆人们很乐意和人类达成共识。人类提供了北部基地设施的相关资料、远程调控、制定行动方针，来为克隆人小队指引道路和安排撤离行动。最棘手的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现在人类还需要为最终核心准备足够的能源，集结足够的防御力量，因此派遣了几支小队前去执行任务。第一支小队前往发电站，目的是为了打开发电机，来为最终核心提供能源，同时尽可能的收集遗落在这的武器装备。在基地附近有一辆 M1A2 型坦克，因此回收这辆坦克成为了这支小队的次要任务。抵达指定区域后，很快就遭遇到了感染者群体的追击。人类小队组成断后小队，层层殿后防守，依次撤离，来为身后的人员争取足够多的回收时间。在到达大桥处，确保坦克安全抵达过去。为了不让感染者有另外一条进攻路线，几辆战机疾驰而来，及时支援，炸毁了这座桥梁。回收人员在前哨基地内发现了一台自动化 AI 校界炮，一旦部署后，它能够自行辨别敌我阵营，有着极其恐怖的火力，是防守最终核心的重要利器。在吊桥处的红色集装箱内装有自动化机械狗，是人类早期用于维护发电基地的产物。在末世前，它只是普通的维修机器人，现在它变成了一台战斗力不俗的近战机器人。在成功回收完毕这些装备后，人类通过转移2台吊台组成桥梁，而通往基地还需要下放横跨峡谷的桥梁，因此桥梁处将是人类最重要的防守点，因此需要确保后方其余队员成功启动发电机以及坦克成功回收，断后防守小队才能最终撤离，继续乘坐直升机前往最终核心基地抵达支援。第二支小队前往武器研发工厂，早已抵达的小队人员早已做好了接应和撤离的准备。他们在大桥的支撑柱安放了 C4 炸弹，以及停靠在工厂大门的运输机车，引用于最后的撤离计划。接下来，他们需要暂时防守住工厂大门，来为解锁工厂区域争取时间。武器研发工厂内部有大量高科技武器装备，回收这些装备能够有效地缓解最终核心的防守压力。同时，工厂内部有的能源装置，启动能源装置为最终核心提供能源是主要目标。依靠工厂内部的各种高科技武器，因此这支小队的防守压力不是特别大。其次，在工厂门口处还设有专门针对感染者的特殊引力场装置。在完成任务后，这支小队利用门口的引力场装置、各种武器装备，在感染者群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登上运输车离开工厂，为了逃离感染者群体的追击，小队引爆了先前安放在大桥支撑柱上的 C4 炸弹，以此来摆脱变异感染者群体的追击，乘坐运输车前往最终核心基地赶往支援。第三支小队北部实验室，这支小队并非是从外部进来的小队，而是受到外部人类的联系和指引，处于基地深处幸存的克隆人们。这支小队被困在了实验基地当中，外界知晓了他们的存在后，就开始想办法和这群克隆人们取得联系。而这些幸存下来的克隆人们，正是之前在游乐园实验的那群克隆人。他们因为实验室最后的封锁，免于了感染者们的发现。在和外部人类取得联系后，克隆人们也加入了拯救世界的行列之中。外界人类指引着克隆人小队，同时安排他们最后的撤离。随着开局玻璃的破碎声，克隆人们的任务开始了。玻璃的破碎声唤醒了基地内沉睡的变异感染者们。克隆人的目标十分简单，得力于外界人类势力的介入，指引克隆人们探索基地，穿梭在管道之中，来到了基地内部的变异感染者们的培养皿区域。这片区域除了变异感染者外，还有着各种实验场地。利用这些实验场地，可以有效地阻止感染者们的追击。火场区域能够焚烧感染者，冰冻室以绝对零度冻结感染者，引力室应用引力限制感染者行动，仿佛黑洞一般将他们吸引了过去。来到最后的传送室后，克隆人们得到了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启动传送室内部的传送装置，通过逆向传送位于游乐园实验室内部的超越极限精英武器。这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精英武器，释放后能够大幅度增强人体，甚至是短时间内抵御感染者们的感染。而这个正是这支克隆人部队逃离基地的筹码，同时也是最终核心的关键道具。短时间内增强人体也仅仅只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殊作用。在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血腥实验的克隆人们，这些存活下来的克隆人们实力极其强劲。得到逃离基地的筹码后，接着他们的任务就是启动基地内的发电机，转移能源到最终核心。完成能源转移任务后，一支车队将前往支援，带领这群克隆人们撤离。然而，在等待车队到来时，情况出现了转机。那个让北部基地沦陷的特殊变异感染者艾利克斯出现了。一段出场动画结束后，艾利克斯率先发动攻击，而克隆人们也利用手上得到的超越极限这一只对人类有效果的特殊基因武器，短时间内加强人体来对抗艾利克斯。在众人的抵御下，克隆人小队成功将艾利克斯打成虚弱。这时撤离车队也赶来，带领着这群目前人类最顶尖的精英战士们撤离，奔赴支援战场。第10支小队是所有小队中最先开始执行计划的一支小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集结周边还幸存的人类，集结目前所有存在的有生力量，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新颖计划。这所军事基地是目前唯一一个还未被感染者群体攻破的基地，因此这支小队早在数天前就派遣了一辆特殊的改装装甲车，通过它制造的噪音吸引周边的感染者群体，利用装甲车的机动性指引感染者群体的动向，来为其幸存的人类争取撤离至军事基地的时间。同时派遣小队外出前去营救幸存的人类，并将他们带领回军事基地准备撤离。同时情报显示，一级体型巨大的变异生物正在赶往军事基地。为此，这支小队除了要确保人员物资的安全撤离外，还要在这里消灭掉这只变异巨兽。一旦让这巨兽抵达最终核心，后果将不敢想象。因此，军事基地内部署了一颗战术核弹头。同时，为了确保战术核弹头效果最大化，此前外出的那辆吸引感染者群体的装甲车将会有这只巨兽差着时间先后抵达军事基地，以军事基地为诱饵，以确保最大化消灭感染者群体，为最终核心减轻防守的压力。而今天正是军事基地开始撤离的时间，外出的小队已将周边的幸存者全部带领了回来，接下来就是等待运输机的到来。军事基地的内部早已准备好了各种热武器、数辆坦克和远程火炮，以及一辆武装直升机。随着运输机的抵达，它空投了一些武器装备，用于支援最后掩护的小队。接下来，运输机将带领幸存的人员和物资前往最终核心。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声，远处的装甲车到来了，它的身后是尸山血海，它成功吸引了感染者群体的到来。接下来，小队需要暂时抵御这群感染者，为后方的疏散人员和回收人员争取时间。军事基地内部还有着一台原型实验机甲，为它组装大规模的杀伤武器需要时间。装甲车撞开军事基地的大门，为狮群开路后，驾驶技术高超的驾驶员将装甲车侧翻，挡住了通往机场的另外一条道路。与此同时，小队成员开始组织火力，抵御延缓感染者群体的进攻。同时，位于机场的另外一辆装甲车同样需要撤离。在救下装甲车驾驶员后，小队掩护驾驶员赶往另外一辆装甲车。同时，小队成员登上车，和感染者群体短时间内拉开距离。运输机也成功起飞，它将带领剩余的物资和幸存人员前往最终核心基地。现在留守基地内的小队还有着重要的任务，回收机甲和引爆核弹头的任务。在经历了长时间抵御，这只巨大的变异生物抵达军事基地，它轻而易举的就破坏掉了基地的墙壁。坦克、远程火炮和机甲的火力打击下，都无法阻止这巨大生物前进的步伐。最终，在一名战士的志愿留下，以此来吸引雷兽的注意力，确保小队回收运输机安全起飞。他将留下来手动引爆核弹头。第5支小队位于世界边缘的我们。最终时刻来临了，数支小队已经完成了任务，能量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最终核心之中，他们也将带着各种装备、人员前来支援。而位于防守最终核心的第5支队伍同样重要，他们在北部区域打开了一处大门，以此来吸引狮巢的注意力，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在北门区域，同时分守住另外3处东西南门。当完成任务的小队在抵达这3道门后，位于基地内的小队将开启这几道门，支援掩护接应他们进入基地内部，集结力量、武器装备，共同抵御狮巢进攻。当各处的小队成功安全地撤离到基地内部，集结完毕后，最终核心开始运作，它将开始蓄积庞大的能源。在当最终核心彻底启动前的那一刻，人类们就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防守住最终核心。
乘坐最终核心电梯，人类将开始进入下一阶段——最终核心防守战。此时就是目前人类所能集结出来最巅峰的战斗力，四面八方的支援抵达战场，最终核心防守战开始了。Last Man Standing 地图共有3个结局。第一个结局，穿越时空结局。人类虽然在一开始抵御住了尸潮的进攻，但随着弹药的消耗，渐渐出现了疲软的事态。部分变异感染者们突破了防线，人类阵地失守了。尸潮淹没最终核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最终核心启动了另外一个计划。场地地形发生了变化，四周升起了围墙，将后续的狮群隔离开来的同时，最终核心也升了起来，和底下狮群拉开距离。下方的人类战士们全部赴死，所有行为只为一人争取时间。他需要抵达最终核心顶端，选择按下按钮，同时还需要确保自身安全，因为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地球，他是最后一个人类了。作为最后一人，站在世界之巅，因此作为人类最后的希望，他选择按下了蓝色按钮，决定穿越时空，带着失败的情报回到过去。就在按下蓝色按钮后，最终核心将所有蓄积的能量转移到地底下方的时空门中，而人类的脚下出现了一个通往最底层的下坠通道。也许是因为内部有着低重力装置，因此没有被摔死。接着他来到了时空门，成功的穿越了时空，回到人类最开始最终计划的那一天，为那时的人类带去了极其重要的情报。第二个结局，毁灭世界结局。随着不断的穿越时间，这名人类战士他发现，不管怎么努力，人类依旧无法防守住最终核心，无数次机会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最后一次穿越时空还是失败了。这次他不像以往那样坚定信念，相反，他感到麻木，想要彻底结束这一切，按下了红色按钮。原本蓄积的庞大能量，这一刻仿佛核裂变了一般，彻底的释放开来。周边地形乃至地貌、地壳都发生巨大的坍塌，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力量毁掉了这颗星球。第三个结局，最终核心成功了。随着无数次的穿越时空，这名时空战士带来的关键的情报，人类的每一次执行都是完美的。事情中出现的变异生物，出现的时间段，他都能够提前安排好士兵，做出反应和对策，也因此最终核心顺理成章的成功了。蓄积的能量，最终核心周边升起了围墙，保护剩余的人类安全撤离。最终核心将内部的基因武器放大到足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些蓄积的基因能量能够瞬间杀死地球上的所有感染者。一瞬间的事情让病毒根本没有适应进化的可能，人类依靠团结的力量战胜了病毒。